三国之前的东汉真相是什么？这个视频带你了解。三国一段最为人熟知的乱世之一，刘备、孙权、曹操，这些名字不仅在史书中熠熠生光，更在无数影视文艺作品中被反复演绎。94年，《三国演义》的那首片头曲，更是伴着三国这个历史符号，深深刻入我们的儿时记忆。不过，在这段三分天下、英雄辈出的历史之前，还有一段极为重要且鲜为人知的历史，那就是东汉的权力斗争与社会动荡。而在这个夏天刚刚面世的张孝龙老师的《三国前夜》，正是一本填补质疑、书写空白的历史力作。你好，我是国内。东汉时期的权力斗争层层叠叠，令人眼花缭乱，且主要集中在士大夫、皇帝与宦官这三者之间。作者张相荣通过细致的史料考证和强劲比例，详细描绘了东汉的权力生态，将一个真实的东汉呈现于我们眼前。从梁冀将李固、杜桥的尸体扔在厦门外，威慑天下士人的恶行，到宦官和士大夫的政治博弈，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展示了东汉的复杂权力格局，也为理解三国的形成提供了关键背景。如果说《三国演义》是某种程度上的全游，那么《三国前夜》则是东汉版的全游。书中描绘的错综复杂的权力纠葛，堪比任何一部精彩的权谋剧。比如书中提及的党锢之祸，地方官员如陈静和王允的勇敢反抗，宦官如侯览的狡诈权谋，以及皇帝刘志的权力野心，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又比如曹操、袁绍和袁术等豪强之间的关系，以及策略对比，也是书中着重描写的一部分。谈及关系，曹操和袁绍的关系并非简单对立，两者家族本就熟悉。袁氏家族虽然被认为是士大夫家族，但实际上与宦官关系密切，不介入宦官与士大夫的政治斗争。袁绍和曹操在某种程度上都奉党人为政治先知，这使得他们在政治策略上有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至于策略，曹操的策略更注重实用主义和灵活性，而袁绍则更依赖家族背景和传统势力，这使得他在面对变局时稍微显得迟钝无力。而袁术呢，则有些急功近利。书中群像式的描写令诸多人物的动机、行动和命运纷纷交织，构成了一组组复杂生动的历史镜头。镜头中每一个人物的选择与命运都如一枚微小齿轮，悄然推动着历史的整体进程。阅读时，我时常能感受到一种如同观看史诗电影般的紧张与兴奋。在惯有的历史认知中，我们或许会很容易将东汉的历史简化理解为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循环迭代斗争史，但令人惊喜的是，《三国前夜》却通过史料深入分析，破除了这种简化版印象。书中探讨了士大夫政治的形成、儒家思想在东汉的演变，以及秦制儒教政治的混合与失衡。比如书中第280页开始的章节里，详细描绘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始末。汉桓帝延熙年间，宦官的权力膨胀和贪腐行为引发了士大夫的强烈反感，许多地方官员在宦官的淫威下选择反抗，其中包括南阳太守陈进和太阳郡吏王允等人。事件以大量士大夫和宦官的相互屠杀告终，地方郡县的士大夫们采取了极端手段，而宦官们则通过操控汉桓帝进行反击。虽然汉桓帝通过镇压士大夫巩固了权力，但此次事件却加深了汉朝政教之间的裂痕，标志着士大夫和宦官斗争的新阶段。书中所提及的这些内容，不仅让我们对后汉政治有了更深了解，同时也能重新认识士大夫在历史上的意义。无比巧妙的切入点，这是《三国前夜》的另一特点。全书以一颗头颅的旅行作为引子，这颗旅行的头颅属于王莽，属于那位被现今许多人称为历史穿越者的王莽。而这个关于王莽的头颅故事写得极为精彩。公元23年10月，几位从长安疾驰出发的使者将一份重要政务送到了更始皇帝刘玄手中。刘玄打开匣子，看到这份安静的政务，格外欣喜，因为政务象征着胜利，象征着接下来更多的胜利。他需要利用这份政务，让更多战争据点的守军投降。政务是什么呢？一颗人头，这是一颗刚被砍下没多久新鲜的人头。他原来的主人属于已经灭亡的新朝皇帝王莽。这是两个皇帝开战以来的第一次见面，活着的是被后世称为更始皇帝的刘玄，头颅则曾经属于刚刚灭亡的新朝皇帝王莽。作者张孝龙老师的这句话有力细腻，将一种历史风云变化间的残酷感直接刺入我们的阅读视野，
几经辗转动荡，头颅最终被保存于洛阳武库。武库里据说还有孔子穿过的草鞋、流亡斩蛇的佩剑。王莽的头就在此处被保管了，比后汉持续时间更长的岁月。之后，作者还在文中抛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探讨趣味的问题：这个头颅究竟是如何被防腐保存的呢？在古代，头颅的防腐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用盐，相当于腌制；有的用煮，减缓腐败。考虑到汉代的漆器尤为发达，用漆防腐是比较便利的方式。根据史料推测，王莽的头颅可能先经过一定程度的防腐处理，然后才被放入武库。大约400年后的东晋末，有位叫臧质的将军被杀，头颅被送到京城后被封漆，并藏于武库。这说明王莽的头颅很可能也经历了类似处理。通过一颗头颅的旅行，张孝龙老师不仅重现了那段波澜起伏的历史，同时深刻探讨了后汉帝国的政治哲学和制度变迁。而那段关于古代头颅防腐技术的描述，更是让行文显得鲜活真实。此外，关于《三国前夜》，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书中富有深意的结构安排。正午、午后、黄昏、入夜、深夜、黎明这样的章节名称，不仅展现了时代变迁，还隐喻了不同历史阶段的风貌、情绪和兴衰。书中叙述始于政治清明的正午时刻，之后光照淡去，黄昏凄凉，深夜绝望。而最深的黑暗之后会是什么呢？会是士大夫政治延续与发展的新时代吗？作者的回答则是审慎的。全书末尾，那个存放着王莽头颅的武库再次被提及。西晋元康5年，洛阳武库突起大火，众多国宝就此化为虚无。其中，孔子穿过的草鞋可被断定为假文物，斩蛇剑大概是刘邦的佩剑，而称得上货真价实的，则是那颗曾经属于王莽的头颅。收藏数百年，头颅终究还是化为灰烬。看着这样的结尾，回想起那个与之遥遥呼应的400多页之前的全书开头引子，《三国前夜》仿佛像一个历史叙述之源，又像一句无声的历史隐喻。